嗨，大家好，我是阿湯。前陣子呢，我就是分享了有關於書房我自己更換吸頂燈的這個影片呢。那裡面呢，我有提到呢，之後會教大家怎麼去用3用電表量出所謂的火線以及中性線，或者是接地線。那這3個點呢，我們要怎麼去區分開來呢？在家裡面呢，除了接電燈之外，你要怎麼去判別這些東西呢？其實蠻重要的，因為像是更換插座、更換開關這些呢，其實都必須要去注意所謂的中線以及火線，那甚至接地線這3個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教大家稍微呢去看一下你家的插座哪一個點呢是中性線，哪一個點是火線。平常呢我們又應該要怎麼去用3用電表呢去把它量出來？你在接線的時候，你才知道說你要怎麼去處理你家的電燈或者是開關。先第一件事情呢，現在我們在買電燈啊，或者是開關，或者是插座的時候，有些上面都會直接寫 L、N 以及 G。G 呢，它就是接地線，或者是它不一定寫 G， 就是除了 L、N 以外那一個通常是接地線。L 呢是代表火線，N 呢是代表中性線。平常家裡接的這種插座呢，這叫做交流電嘛。交流電呢，我們台灣使用的是110伏特，歐洲那邊的話是220伏特，像日本的話是100伏特。這些呢都是所謂的交流電。交流電呢，它就沒有分正負極，你只要用3用電表呢量到 L 跟 N 這兩端呢，以台灣來講的話，它就是會在110伏特左右。那這邊呢，我等一下也會教大家怎麼去判斷中性線跟火線，順便呢跟大家講一下就量出來的一些電壓值以及差別，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呢去判斷。之後呢，你在接開關啊、插座或是電燈的時候，記得呢就一定要先去量過，因為呢交流電呢它雖然沒有像直流電有分正極跟負極的差別，可是呢交流電如果是火線跟中性線的，建議還是不要接反會比較好。雖然大部分的家電你把它接反可能不會有什麼狀況，一樣可以使用。因為其實在台灣有很多房子，老房子，他們的以前的水電沒有特別的去把火線跟中性線接對，長期這樣使用可能沒有什麼問題。但其實以常態使用來講的話，火線跟中性線最好還是不要接反，會是比較好的一件事情。接下來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怎麼去使用3用電表把你家的火線跟中性線量出來吧。好，首先呢，準備的3用電表呢，你可以是數位的，可以是類別，都沒有關係。你隨便去買一個最便宜的就好，像是那種200-300塊的也沒有關係，只要可以量就行了。那如果你的3用電表呢，上面就是有很多功能的話，記得呢，你就是找刻度呢是寫 V 的話是代表電壓，你要量的是電壓。然後呢，它會分2種 ，V 的旁邊如果是有這樣正弦波的，就是一個弧形的 A4 的感覺，那一種呢就是交流電，一條線呢通常就是直流電。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話呢，你可以在買了之後問一下店家，那就是刻度代表什麼意思，那哪一個是直流電，哪一個是交流電，或者是在使用手冊上通常也會寫上去了。那我們今天呢就是準備了3用電表，然後你看我把它先切換到交流電，接下來呢，通常你在找火線、中性線以及地線的時候呢，會有3個線可以去量嘛。那我們要怎麼去量出 L 跟 N 呢？首先3個孔，你可以任選2個孔，或者是如果有3條線的話，像我現在這是已經有既有插座，所以通常不會錯嘛。就是上面長跟短這2個孔一定是 L 跟 N， 下面這個單獨一個孔的它一定是地線。我們現在是假設哦，只是假設 ，OK？ 假設我們今天是有3條裸線在那邊，我要怎麼去量出來這3個線分別是什麼？首先呢，我先任意找2個點，然後把它插進去啊。比如說像我現在插進去，顯示的交流電只有5伏特左右，所以呢這2個一定不是 L 跟 N。好，我們再插另外2個，好，你看它是不到1。所以這個也不是 L 跟 N。好，現在插這2個，當你插進這2個孔呢，發現電壓呢就是110伏特左右的話呢，就代表這2個孔呢一定是 L 跟 N。這時候你記得你不要去摸那個金屬哦，這2個孔呢，其中一個是火線的話，摸了是會電到的。那接下來我們既然已經知道這2個孔就是 L 跟 N 的話，那我們要怎麼區分哪一個是 L， 哪一個是 N 呢？你會發現呢，你看我這樣接110，好，把它反過來，它還是110，對不對？2邊都是110，那怎麼去區分 L 跟 N 呢？如果比較防呆的方式呢，就去買那種驗電筆，它就插進去了，就會知道哪一個是 L， 哪一個是 N。那如果呢，你只想用3用電表比較萬用一點，之後你3用電表可以用來做其他事情，就不是像驗電筆，它就是單純用來測量電壓使用的。那這時候我們用3用電表怎麼做呢？這時候呢，你可以先將其中一個頭握在自己的手上，金屬你去摸着，另外一個呢，紅線或黑線都可以，把它插進其中一個孔。假設我今天插進長的孔。你看它只有3伏特哦，只有3伏特，不
不用怕，不會電到，這不會電到，你是透過三用電表，所以這是不會電到。交流電不會透過三用電表，然後這樣傳流到你的手上來。OK， 這是你看它只有3伏特。接下來呢，我們一樣握着，然後去插另外一個孔，你發現是40伏特左右。這2個孔呢，你這樣分別插進去之後，相對高很多的那個孔，就代表它是火線的孔；相對低很多的那個孔，它就是中性線，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出呢 ，L 呢就是短的這一個 ，N 的話呢就是長的這一個。那一般來說，插座的話，長的那一個確實就是中性線，短的那個呢就是火線的孔。如果有正確接對的話，插座正常会是這樣子的區分。所以呢，你其實插座你看它那種一長一短，它不是說沒有區分，它其實是有區分中性線還有火線的差別。所以你在量的時候，記得你就是先任意2個孔，先找出2個點接下去可以110伏特。接下來第2件事情就是一手握住，另外一手去接，相对電壓比較高的那個就是 L 火線，那相對電壓比較低的那一個呢，就是中性線，這樣就可以區分開來了。那你接下來呢，就是可以針對你找出來的中性線、火線，接到你插座上對應的孔、開關對應的孔，或者是呢像是電燈對應的孔。特別是現在智慧開關，它一定會有 L 跟 N 還有接地這3個可以去接。電燈的部分呢，它會有 L1 跟接地線，或者是呢有些就只有 L 跟 N。可以接，這個就是有一些差別在。那如果你是像電燈的話，它不是有 L1 嗎？L1 其實那是代表控制線嘛。那你要怎麼去測量呢？一樣，你就把那個控制線當作是火線就對了，反正它就是一樣要接到火線的點。你要一樣就是把開關的電呢，先把它打開之後，再去測量電燈那邊的線。如果你測量到手握的相對比較高的那個點，一樣呢，它就是 L。那 L1 就是接那個相對電壓高的。OK， 所以你在安裝之前，記得先測量一下，避免火線跟中線去把它接反。原則上就是這樣子，三用電表的使用上，你要怎麼去量出 L 跟 N 還有接地線，就這麼簡單。因為你只要找出 L 跟 N 之後，剩下那個點那一條線就一定是接地線。這邊呢就簡單分享給大家了，那就是一些比較基礎的水電的部分了。這個是只說大部分的情況哦，有時候你家的線可能還會比較多一點的狀況下，可能會有一些差別。那就是大家在接電的時候就記得盡可能要多注意，畢竟用電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接電燈的時候呢，記得把開關先把它關掉啊。如果你真的比較擔心的話呢，那你就可以把你家的总電源開關把它關掉，這是最安全的。那一般來說的話呢，就電燈的話，基本上你只要把開關有正確關掉的話，這邊呢是不會遺留有電壓的。你也可以在接電之前用三用電表先量一下，確認目前呢上面是没有電有流通的，那你就可以大膽用手去摸，然後去接電。就分享到這邊啦。那大家如果對於就是家庭的水電方面呢，還有什麼任何想知道呢，也歡迎在底下留言，那我之後會再拍影片來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我不是拍電阿拉哥，下次見嘍，拜拜。